He has to hit this. No excuse for Wonderful. It's a dry fight. Contact play out alongside. These are the fights you dream of as an AWPer. There is no one here to flash this. Wonderful opens. 这个操作像不像挂？但其实这是高手必备的基本功。育苗，你可能会想，这种操作我真的做得到吗？别担心，本支影片会从最基础的观念到进阶的运用与练习方法，带你一步步拆解育苗的本质，让你在对枪时不再迷惘。相信大家都有看完上一部关于枪法培养的影片教学了，还没有看过的朋友，我把影片连接贴在底下了。而本期要教大家的育苗技巧，会考验你的准心、快速定位的能力，所以还没有看过的朋友，请务必去看哦。育苗也就是预先瞄准，指的是在高几率出现敌人的角落，事先将准心摆在特定的角度，使得你左右横移出去时，右手不需要大角度的修正准心位置，以此提升你的对枪胜率。而实际的对战中，你的角色会不停的在主动方与被动方之间切换，对于不同的时机所使用的育苗方式也会有所不同。本期我将以一位拥有5000小时经验的玩家，向各位就于新知，分享我对育苗这项基础技巧的理解与运用。许多新手对育苗可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，只要准心摆在转角，然后慢慢的蹭过去，就完成了育苗。整个过程仿佛只跟右手有关，与左手无关。但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。要真正的理解育苗，首先必须要知道它分为2种：分段式育苗、平滑式育苗。在实战中，谁可以灵活运用这2种育苗技巧，就能有更高的胜率。分段式育苗的核心是准心摆放在下一个可能的站位点，配合横移后再重新摆放。虽然走速相对较慢，但这种方式容易急停，因此精准度更高，而它更考验左右手的协调性。这个分段式育苗的概念对许多新入坑的朋友而言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很多人的分段式育苗是有问题的，而大多数的问题在于左手的走位控制，也就是流程中的左右横移部分。首先，我们将可能出现敌人的点位先假设一个锚点，当你在分段式育苗的时候，左手是几乎不会按住 W 键的。具体而言，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垂直点，而被育苗的锚点到自身的直线与我们横移的路径呈90度垂直。以 D2A 大为例，正确的分段式育苗移动走位看起来会像这样。俯视图来看就是这样，背面视角来看，错误示范。了解原理之后，我们在进行育苗前，会先把滑鼠移到下一个育苗角度，接着横移角色的身体，直到对准角落敌人的站位。完成这个站位的清查后，再将准心转向下一个育苗角度，继续横移，持续这样的流程，直到整个点位清空。对于都有可能出现敌人的角度，我们可以设定更多的育苗锚点，逐一检查，这样能提升对枪的胜率。但同时也要注意，这样的逐点抽查会花费较多的时间，必须评估是否符合当下的回合时间和队伍策略。那要怎样才可以把这个流程变成肌肉记忆，进而在比赛中自然发挥呢？接下来我会分享几种我平常使用的练习分段式育苗的方式，帮助你一步步建立正确的习惯与节奏。在 CSGO 时期，我们有 Yplac 优质的育苗练习地图，但是到了 CS2 版本 ，Yplac 变成订阅制的练习地图。比较有名的练习方式，比如 Refrag 也是属于订阅制，因此在 CS2 版本中能找到免费的选择，只剩下这个 Prefire 练习图和51练习图，两者都有每一张地图的练习育苗功能。不过我比较喜欢 Prefire 的界面，下面就以它为主进行介绍。在 CS2 工作坊地图中搜寻 Prefire 可以找到育苗练习的地图，订阅好想要练习的地图后开启。进入地图后，建议不熟悉游戏的新手开启简单模式，试着将滑鼠准心移到墙上，然后横移出去，跟
根据结果来调整刚刚的预苗准心摆放，直到横移出去后，准心完美摆放在敌人头上。刚开始预苗和预苗之间一定会卡卡的，慢慢的增加流程的流畅度与速度，直到预苗与预苗之间可以很顺畅的切换。地图上没有人的地方，可是实战中可能会有人的地方，还是建议进行分段式预苗的练习。虽然拉出去可能看不到人，但是预苗的动作要做好。练到此时，聪明的你可能会发现，这个预苗与预苗之间的准心摆放切换，感觉很像之前练习的准心快速定位能力。没错，上一步学习的东西在预苗这里开花结果。熟悉之后，当然也可以用 Deagle 来增加难度，或是开场选择更高的难度来磨练自己的预苗能力。当然还有更多变的预苗，但这期着重在让大家养成预苗时左右协调的感觉。这些更为进阶的方法，留到以后影片讨论。相信大家都熟悉分段式预苗了，那紧接着继续让我们介绍平滑式预苗。平滑式预苗是指右手控制准心，时时刻刻将其摆在敌人可能出现的墙角位置，并且以较快的速度推进。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推进快速且不容易漏掉点位，缺点是不容易击停，准度较低。当然也存在慢速平滑式预苗的时机，但是如果你在不熟悉预苗位与非预苗位使用平滑式预苗，很容易被对方一发爆头的。所以慢速的平滑式预苗，我留在很后期的影片来讨论。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，这个平滑式预苗的动作很像上一部影片中提到的，没错，是一样的东西。不过这次我们要着重练习的就是要减少对 W 键的依赖。事实上，很多新手朋友在过转角时喜欢 W 跟 AD 键一起按，这样很不容易急停。用单纯的 A 或 D 过转角时，很考验你的右手滑鼠能不能跟上转角墙边的。可以开一个空地图来练习。是开练习图拿假人的头练习绕转角的感觉。以此为基础，可以加上随机的突然急停练习，提升自己平滑预苗的稳定度。那说了这么多关于平滑预苗与分段预苗的概念了，新手一定很好奇，这些技巧怎么综合运用在实战上？若是处于新手时期的朋友，我会建议先把分段式预苗动作做好，之后会有影片讨论如何猜测敌人站位的。而实战上其实有很多点位是不需要细细搜查的，例如进攻第一身位不查特定点位，利用已知的情报判断敌人走位等等等等。撇除这些不谈，让我先讲解其中的一些概念，方便你可以更好的理解未来的观念讲解。除了预苗的动作要标准外，预苗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而 CS2 有许多地图与点位，想要牢记预苗的顺序，对新手而言太过困难。这里我简单将预苗的顺序拆成两大类：一，向左的依序收点；二，向右的依序收点。就像我刚刚提到的，预苗是不需要按住 W 键的，因此进入一个位置区域之前，先想想位置区域在自己的左手边还是右手边。设想后，将脑中想要预苗的点位在脑海以左到右或是右到左的顺序排序，这就是你大致的预苗顺序。当然也有位置区域同时在左右两边的情况，在没有任何队友和可以利用的道具的情况下，这里就要利用近大远小的概念，遮蔽一边的站位，搜查另一边的站位，这样来回搜查完成清点。还是不明白的新手朋友不用紧张，这种遮蔽站位的详细介绍会在对架枪篇提到。另一个困扰新手的问题就是实战中预苗什么时候分段，什么时候平滑呢？简单来说，常规的预苗位就用分段，而两个常规位之间就用平滑。但玩到很后面的高端局，实战上要根据你的进攻节奏来决定。在这个场中，大部分的玩家都知道这些概念，总不可能队友要打快，而自己在后面慢慢分段预苗，拖累进攻节奏吧？因此，新
新手朋友们在这期影片中，首先要熟悉的就是2种育苗的动作流程，和熟悉地图上的常见育苗锚点。最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每次进场前先设想育苗的顺序，能够将这些做好，就可以建立更深层的游戏概念。当然，我会尽我所能带大家了解的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